你绝对没见过这种双层马力车，它由一个越野车的底盘，加上马自达的车壳，中间装了一个柴油发动机。队员们这么做是为了能把飞机拉动。上级的皮特队找到了一个车架，大家推断这应该是一辆福特 Cargo， 上面搭载了一个4.1升的柴油发动机，同时还配备了双后轮轴，最大有效载荷为3000千克。可以说，要是把它改造好了，拉动飞机那简直易如反掌。大家对这个大玩意儿很满意。接着我们来看瑞恩队，他们在晃悠了几圈之后，也发现了自己心仪的车子。这是一辆1988年的铃木 Samurai， 有着陆地小霸王之称，是一辆4轮驱动的越野车，总重935千克，还有一套钢板弹簧悬架。虽然对比刚才的福特卡车有些逊色，但拉动飞机应该不困难。两边都确定了车型后，就要开始下一步的改装。皮特队的想法非常简单，直接在上面装一个方向盘和一些其他必要的东西，让车子能跑就行。这样既能保证效率，还能得到一辆正常的车子，可谓是一箭双雕。大家把收集到的零件全带回去，开始下一步的改装之路。另一边的瑞恩队，他们还在寻找零件的路上。大家发现了2个集装箱，里面摆满了发动机。经过一番精挑细选后，他们最终选择了马力最大的一个。这个小队的方案其实也很简单，只需要把发动机装上去就可以了。这场比赛说白了很简单，就是比谁的马力更大，发动机更强，所以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他们把车子带回去，为了方便安装发动机，他们先把车壳与底盘分离，然后把发动机放在车架上。这里没有专门用来安放发动机的位置，需要对结构进行调整，将原本和后轮轴相连，改造成4轴联动，这样4个轮子都能发力，大大增加了车子的拉力。只不过改装起来就更加困难了，需要对传动轴进行大手术，这部分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。趁着他们在忙活的时候，我们把镜头转移到皮克队这边，他们不知道从哪搞来一套轮胎，宽度刚好能嵌入车架上。对接好后，他们在上面钻孔固定，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发动车子了。